路飞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打败了大马海团的将星之首卡塔库利。然而战斗还没有结束，等在巧克力岛上的是大马海团几乎所有的干部，整个岛屿被军队和战舰群团团围住。只要路飞从镜子里逃出来，就会立刻被打成筛子。时间1分1秒的度过，此时距离1点钟还剩下4分钟。海港边，一个哨兵突然大叫起来，在黑乎乎的海面上，一艘海贼船由远而近，慢慢靠近巧克力岛。没错，是草帽海贼团。巧克力岛立刻警报四起，大马海团如临大敌，全岛的军队和战舰群即刻进入1级战备。弹塔船出动，击沉草帽一伙。前4将星斯奈克一声令下，守护在巧克力岛外围的弹塔战舰群出动了一个舰队，向桑尼号包围过来。乔巴等人表示很慌，自己这边只有1艘船而已，对方出动了一整个舰队干过来，至于吗？娜美第一次面对这等场面，没有惊慌失措，而是十分沉着地笑了笑。看来大马海团已经什么都不顾了。乔巴都要吓哭了，娜美冷静地指挥舵手慎平降低船速，与小岛保持距离。接着他观察了一下周围，警惕其他方向有战舰群包围过来。现在只要不被敌方两面夹击包围起来，问题就不大。可是，在桑尼号的后面，由将星斯姆基带领的舰队依然在穷追不舍，桑尼号根本退无可退。就算侥幸登岛，还有欧文率领的大批陆战军队，情况不容乐观。巧克力岛上喊杀声一片，眼看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大家严阵以待，摩拳擦掌。这么说吧，当年和凯多海贼团干架，恐怕都没有这般架势。蛋糕岛指挥官蒙多尔命令手下连接所有的电话虫，第一时间掌握巧克力岛的情报。镜世界里，贝克穆斯拖着路飞和布雷寻找通向巧克力岛的镜子。对于戒备森严的巧克力岛的情况，贝克穆斯早就知晓了。大批军队集结在巧克力岛的陆地和周围海域，凭他们2个想逃出去，基本上没什么可能。不过，贝克穆斯还有一个秘密武器，那就是毛皮族的月亮狮子。虽然贝克穆斯不太擅长这个招式，每次变身都会成为一个单纯的怪物。不过，此时为了草帽路飞，他也是顾不得其他。说着说着，贝克穆斯就想起了大哥佩德罗，每次自己暴走，只会疯狂地破坏周围的事物，什么声音也听不进去。但只有佩德罗的声音能够让他镇定下来。想到这里，贝克穆斯情不自禁地低声抽泣起来。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人能阻止我暴走了。听好了，草帽小子，穿过这面镜子就到巧克力岛了。今晚是满月，我会变身成为月亮狮子。当我暴走的时候，你就趁机逃走。路飞陷入沉思，现在的自己别说逃走，连走都费劲。布雷在一边嘲讽道：“没用的，巧克力岛上可是聚集了战争级别的战斗力，就算你变身成为月亮狮子，也会被瞬间镇压。”闭嘴！马上就要登岛了，绝对不能让佩德罗大哥白白牺牲。贝克穆斯扛着布雷和路飞加速奔跑，布雷慌得一通鬼叫，好像是有意提醒一样。布雷的叫声传出镜子，被外面的军队听到。所有人都知道布雷又被草帽路飞抓住了，而草帽路飞马上就要从镜子中逃出来了。来了，瞄准，开火！镜子正上方的时钟时间刚刚好，就是1点钟。随着布雷一阵阵的鬼叫，贝克穆斯一手挟持布雷，一手拿着手枪，跳出了镜子。在场的所有人都一愣，为什么出来的是贝克穆斯，草帽路飞呢？贝克穆斯大吼一声：“都不许动！大马海团，如果你们敢轻举妄动，你们最重要的家人布雷就会立即血溅当场。”这一出戏是在场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本来所有人都做好了集火射击的准备，可是让贝克穆斯这么一讲，大家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贝克穆斯没给众人太多反应的时间，他摘下眼镜，目视满月，几秒钟后双眼通红，身体急速膨胀起来，变成一个白发猛兽。周围人更懵了，贝克穆斯不是自己人吗？怎么一上来就有一种要拼死干架的气势？那家伙要变成月亮狮子，快阻止他！已经晚了！贝克穆斯一声怒吼，浑身布满闪电。人群中的欧文实在看不下去了，拨开众人站出来。这是什么娱乐节目吗？从镜子里出来的既不是卡塔库利，也不是草帽路飞，而是莫名其妙用枪指我可爱妹妹的贝克穆斯。欧文眼睛一瞪，贝克穆斯手中的手枪立即受热，化身成一滩铁水。接着欧文冲上来，一招热浪猎拳击中了贝克穆斯的脑袋，贝克穆斯被打飞，藏在他怀里的路飞弹了出来。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贝克穆斯莫名其妙的大吵大闹，只打算掩护草帽路飞逃走。躲在暗中的山治激动的差点跳起来，历经电话虫联络了海上探险连的同伴，告知娜美等人路飞出来了。娜美一伙本来被蛋塔战舰群打得人仰马翻，听到这个消息后，全团士气大增。路飞现身后，包围在四周的军队们再无顾忌，干部们一个接着一个的上前攻击路飞。路飞用仅有的力量跳向空中，一个干部追上来，拔出短刀。这时，一个白色人影窜出，抱住路飞后，一脚将敌人踢飞。山治低头看着路飞，问道：“赢了吗？”路飞答应一声，放心的倒头睡去。山治抱着路飞由空中逃走，大马团的几个龙套干部马上追上来攻击，山治左右闪躲，避开了龙套。这些家伙像蟑螂一样，单拿出来一个没有一个扛走的，但是抱团在一起又很恶心。
被欧文打翻在地的贝克姆斯挣扎着爬起身，抬头看到满月和山治，怒吼一声站起身进行2段变身。我可不是只有这点本事啊！2次暴走的贝克姆斯跳到空中，鸡爪子就干掉了追击山治的敌人。打着打着，这家伙就失去了理智，一爪子把山治从空中打了下来。没等山治反应过来，贝克姆斯爪子再次举起。迷茫之中，贝克姆斯的耳边响起了佩德罗的声音，清醒过来，与山治做了最后道别，带走草帽路飞，一定要逃出去。山治笑了笑，贝克姆斯转过身跳入人群，一顿疯狂砍杀。不过他并没有再疯狂多久，军队万箭齐发，将贝克姆斯瞬间刺成了刺猬。贝克姆斯惨叫一声，拼死做最后的挣扎。山治愣在空中，看着贝克姆斯倒下的方向，不知所措。这时，另一个干部冲出来，用大锤子将山治从空中击落。寡不敌众，在压倒性的敌人数量面前，再怎么挣扎也毫无意义，结束了。欧文站在山治的面前，斯勒枪手们举起枪瞄准山治，轰隆一声巨响，巧克力岛的海港突然发生大爆炸，沿海的蛋挞战舰群被瞬间报废。欧文表示很头痛，草帽团不愧是主角，每到干掉他们的关键时刻，总是有人跑出来搅局。这次跑出来搅局的是山治的好哥哥们率领的吉尔玛军团。海面上黑压压的一大片蜗牛战舰从黑暗中慢慢浮现，战舰群中间的是一个城堡形状的巨型战船，上面插着吉尔玛66的旗帜以及骷髅头标志。海岸边，大马海豚的军队都懵了，不是有报告说几个小时前吉尔玛王国就已经被团灭了吗？可是现在出现在海面上的那无数的蜗牛战舰是怎么回事？下一轮炮击准备！指挥官一声令下，所有战舰将炮筒瞄准了巧克力岛。从城堡型的飞船中飞出来4道彩色光芒，一致、泥质、永志和雷九降落在巧克力岛。大马海豚的战斗员立即举枪射击，然而子弹对一致等人根本没用。茶会上真是承蒙关照了呀！大马海豚一致丢掉手中的子弹，面无表情地说道：“从吉尔玛登场到现在，第一次感受到文斯莫克家族这几个公子哥这么霸气四射。”大马海豚的战斗员似乎没学到功课，举起小手枪无力射击，子弹打在公子哥们的身上，连个擦痕都没有留下。山治，我们又见面了，赶快带着伤员出岛吧！你们太拖后腿了！欧文暴喝一声：“你们是怎么活下来的？明明有1万兵力入侵了吉尔玛王国！”一直带着嘲讽的语气回应道：“的确是有一群苍蝇找来了，打倒之后就扔进海里去了。”远方的蛋糕岛指挥官蒙多尔听到这一情报，惊吓地从椅子上蹦了起来，居然把自己的好哥哥们扔海里去了。可是之前的确听到了讨伐吉尔玛完毕的汇报啊！蒙多尔抱着一丝丝希望呼叫自己的哥哥们，结果了无音讯，只有漂浮在海上的电话虫反复播放着蒙多尔的声音。雄鸡伯爵表示，这辈子都没有遇到过这么诡异的事情。自从贝克姆斯背叛了之后，岛上接二连三的发生一系列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巧克力岛一直继续使用自己的被动技能嘲讽，彼得对欧文说：“一群蠢逼得到我们吉尔玛的黑科技又能怎样？”尼治放肆大笑：“你们会用吗？”这么一比较，大马海团的确逊色很多，装备参差不量的军队，一群长着一副龙套嘴脸的战斗员，怎么看都是一群乡下的土鳖土匪。再看吉尔玛，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精锐部队，黑科技加成指挥官和国王，可以四处入侵的移动国土，还有用之不尽的克隆战士。以大马海团这土匪的智商，得到吉尔玛的黑科技之后，真的未必能使用明白。欧文气得额头青筋暴起，山治趁机抱起路飞，跳上空中溜走。大马海豚的战斗员立即用火箭筒狙击。山治的好哥哥们飞向空中，替山治挡下火箭弹。混蛋吉尔玛！海面上，吉尔玛王国的城堡里，加治已经恢复了精神，站在城堡前面指挥战舰群对巧克力岛进行炮轰。原本包围在巧克力岛四周的铜墙铁壁蛋挞战舰群被一个接着一个的报废掉，巧克力岛的海域被一片火海包围起来。胸有成竹的大马海团被打得抱头鼠窜，无力招架。山治联络了纳美等人，由于巧克力岛四周被一片火焰包围，成了吉尔玛战舰群的炮击目标点。桑尼号无法靠近岛屿，山治让纳美将船最大限度的靠近小岛，自己奋力突出重围，打算由空中回到船上。波利看到眼前的这一幕，愤怒的浑身发抖。谁都可以逃离蛋糕岛，唯独草帽路飞，一定要将他干掉。波利哆哆嗦嗦，眼中满含泪水，向周围的兄弟姐妹们说出了镜子里发生的真相。草帽路飞不是避开了卡塔库利之后侥幸逃出净世界的，完美最强世界最棒的卡塔库利哥哥被那个草帽路飞打败了。波利本意只是想发泄一时的郁闷和愤怒，不过此言一出，基本上给了所有干部们和战斗员们一记重重的打击。多少年来，卡塔库利是无数人的精神偶像，大马海豚的不败之巅，此时此刻却被一个新人海贼打败。卡塔库利的不败传说被眼前这个毫不起眼的小个子给终结了。此事深深地折了大马海豚的士气，所有人都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就像没有人会接受奥利奥饼干里夹着芥末奶油一样。卡塔库利哥哥不会败北的，这个小子一定用了什么卑鄙的手段，无法原谅，给我杀了他！草帽小子的骨头都不能留下！欧文怒喝一声，周围的孩子们纷纷回应，操刀举枪，化悲痛为力量，不要命地向山治奔去。山治玩命地跑，胳膊中了一枪，但他顾不得疼，爬起来继续跑。一股热量冲出人群，闪现到山治的面前。欧文举起大砍刀，浑身由于超高温燃起了火焰，不可原谅！混蛋草帽！
山治面对这等杀气，吓得愣在原地。突然，一条红色闪光越过山治跳出来，火花光拳，一击大招正中欧文腹部。山治停下脚步，只要看见自己的兄弟，山治就会回忆起童年那些不堪回首的痛苦记忆。而此时此刻，所有的这些记忆仿佛随着一阵阵火光，一击重拳正慢慢模糊消散。飞呀，山治！一直背对着山治，冷漠地说了一句。山治恢复斗志，抱着路飞逃开。在空中，山治有些不舍地回过头，看着站在原地的一致，还没完呢，黑族！大马海团的大锤子干部举起重拳，从山治的上空砸了下来。勇志跳到大锤子的身后，一拳头砸爆了他那个像棒棒糖一样的锤子。接着，勇志伸出机械胳膊，抓住对方脑袋后抡出去，砸在地上。走吧，山治！地面上的战斗员们用手枪和火箭炮瞄准山治，一阵猛烈射击，轰隆一声爆炸，蓝色电光泥质打爆了火箭弹，抱住山治，以闪电侠一样的速度向上飞去。你太慢了，那种速度只会被打成蜂窝的。山治一大群小喽啰跳起来阻拦泥质，泥质拔出电光剑，一刀光速电击，见眼碍眼的人瞬间击垮。摔碎了敌人后，泥质抱着山治以极快的速度逃出重兵把守的巧克力镇子。你可别给我们添麻烦呀！山治一看泥质就很不爽，我可没让你们帮我，笨蛋！泥质冷笑一声，抓住山治，像投沙包一样，用最大的力量将他丢了出去。永别了，该死的家伙！欧文联络港口把守的军舰群，企图在山治到达港口时将他击落。而此时，港口的蛋塔舰队已经被吉尔玛的战舰群打得溃不成军，猎战斗员们自保都很艰难，别说阻击山治了。最后送山治一程的当然是山治的好姐姐雷九。当山治成功的飞出巧克力岛，奔出海港的时候，雷九飞过来替山治扛下了火箭弹，真是个麻烦人的弟弟呀！雷九看着山治怀里的路飞，欣慰地笑了笑，绝对不可以放开呀！雷九在送出山治一程后，一把将他推了出去，一如多年前，雷九将山治推出吉尔玛王国，快跑，不要回头！雷九微笑地说道：“再见了。”巧克力岛的海港外围，桑尼号非常准时地赶到，正好就在山治的正下方。山治高兴地说道：“路飞，桑尼号来了！”我是先锋君，咱们下期见。